好，总统府今天举行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叫 EPPD 记者会，那就谈这个 AI 啦、关键的矿物啦、无人机啦，怎么样强调合作啦等等那因为有人说，因为国共在北京举行智库论坛，所以呢赖清德要抢风头，在这个时候9点半，今天早上这边开记者会，赖清德说不是这不是当然他说呢，台美有3大这个战略方向，要全方位连结。第一个，强化经济安全；第二个呢，打造创新经济；第三个，发展繁荣未来。我本来听他说要讲3个，我很注意，讲的热热的。我现在看那个新闻，看到最后看到3点，一看这是什么？经济安全、创新经济、繁荣未来。我一看就不想看了，没有什么内容，讲些什么？你要告诉我们怎么做到是没有内容太多。你没有办法消化。这不讲些什么了？赖清德说要共同守护得来不易的谈判结果。他还是认为说，希望立法院你们好好给我审查，不要到时候不审查。到时候呢，因为我觉得蓝营白营就是要严格审查，严格什么审查？放水就好了，审什么查？然后呢，林佳龙说这叫做系盛世宣言。那双向投资，所以希望实现经济的日不落国。那另外呢，这个台积电要给你移到美国去，到时候他日不落国，你日不落国什么？那好，他现在骂国共交流了。赖清德说，台湾人可以选择要走向全世界，或是2次西进。为什么不能2个都做呢？我从来没有这个2个有什么矛盾呢？我既要走入世界，我要走入，也要向西进，也要向全世界进攻啊！我所有的钱都要赚啊！那有钱不赚的呢？我们看一下。总统喜滋滋宣告，台美合作又有新进展。这个台美经济对话机制是在美国川普总统第1任期内所创立。未来台美合作，总统说有3大面向，而且已签署不少合作协议。但台美关系若要持续深化，在野党支持是关键。像是关税协议，接下来就要交由立委审查。我期盼后续立法院审议台美关税协议，能够秉持专业。依法审查，跨越党派的藩篱，跳脱政党之间的窠臼，共同守护这份得来不易的谈判成果。只是总统对在野党喊话，同时这大动作召开记者会，是否也是因为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正在对岸进行国共论坛？尤其前一晚，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才在社群平台上秀图表，直指当台湾减少对中国投资后，台股及人均 GDP 是创新高，失业率也下降。在野党也有责任，不能够不审中央政府总预算，也不能够不审国防特别预算，只进行国共的合作，这对台湾来讲是危险的。今天召开记者会，并不是针对国民党进行国共交流而开，但是刚刚好可以提供对比。马嘉宇。刚国共论坛也在谈经济哦，那今天这个赖清德总统也在谈经济，所以经济绝对是2026，我想大家全台湾的共识。只是说我们的经济到底要怎么样才会越来越好？赖清德总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要选择走向世界，还是要2次西进？那当然，世界也是包含中国啊，只是你不是说把钱全部压在中国，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过去国民党的政策就是鸡蛋只放在一个篮子里，那这对台湾的经济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伤害。那以现在世界的趋势来讲，我们就是跟美日欧做朋友，那同时我们跟中国也保持这个对等的关系，能够这个同时的往来，当然是我们最佳的策略。那现在所谓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供应链也走向一个非红供应链，或者是说这个产业的供应链对于台湾来讲，现在跟全世界包括这个黄仁勋才刚来台湾，那所谓的赵元燕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未来 AI 的算力就是在台湾实现，所以这对台湾来讲就是一个发展的一个重点，经济的未来就是看在这里。那当然，我觉得对美国来讲，你所传达的讯号是什么？因为毕竟美中关系同时在4月可能川习会也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对我们来讲，当然同时我们要传达讯号就是我们跟美日欧是在经济、在民主、在这个同盟上是站在一起的。那同时国民党所传达的讯号是什么？今天为什么美国参议员这个会这么的生气？因为他觉得说，你台湾在
挡军购的就是在野党，就在野党竟然还跑去北京，在这个时候去跟这个老共会面，所以当然会让美国有一些解读的讯息说，这个挡军购的过程是不是跟北京有关联？所以我觉得赖总统同时也要告诉世界说，没有，我们的执政党还是跟美国、跟欧洲、跟日本这些国家都是一样的，站在同一阵线，而且我们也希望说国共的交流是秉持着对等尊严这样子的一个前提，同时也能够尊重台湾的民意。那同时传达这样的讯息，我觉得让世界知道说台湾的立场在哪里，台湾的原则在哪里。而国民党如果在这个时候选择要去北京做国共论坛，那刚刚这个赵大哥所讲的，你的原则、你的方向，你到底要谈什么，你也要让老百姓、让世界、让国际清楚，否则你所传达的讯号，现在让国际看起来就是你在挡军购，而且挡了10次，你在挡国防预算，你在挡我们的总预算，然后你跑去北京，然后去跟北京所谓的交流，那这个交流到底是什么？我想大家会有这样错误的解读，或者是有负面的解读，也是非常合理的。你看，国际的情势不是只有单我们台湾台澎金马2340万可以决定，但是中华民国的选举是靠2340万决定的哈，所以现在目前以前有个节目叫料理东西军哈，两边的菜都很不错啊。可是你还是必须做选择哈，都去你要哪一个？那现在目前蓝绿东西军啊哈，其实两个议题不太一样，因为赖清德总统今天所开这个简单讲就是台美的这个贸易啊全面的这个深化，而且也包含依赖，所以台湾投资美国，美国要投资台湾。那他讲说你是要选择西进还是投资美国？那国民党可以跟大家讲说要跟中国大陆好，也要跟美国好。好，刚刚其实在放那个新闻带的时候，发言人小人就讲说，我国民党也要跟美国做生意啊，哈，所以这个是赖总统的论述。可是有一个部分确实是完全切开的，就是对中政策不一样。好，赖清德总统是完全对抗的嘛。那今天你看到续成带队续，那个就是一个怎么讲，个暖身。后续有没有正其后我们先不谈，但是这个蓝绿两党在两岸政策目前看起来是完全不同啊，因为旭成今天讲的是两岸中国人赚世界的钱，我们台湾其实有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比例的这个国人朋友是希望看到回到马前总统那8年的，所以这是一个基础。两岸中国人，你至少要有个共同嘛，所以9·2共识跟反台独，好，这个是国民党现在目前的论述。那民进党的论述，赖总统的论述呢是不要9·2共识，他不要两岸在一中架构或一中原则之下去做互动。他很清楚的希望对岸是正视我们是中华民国，所以其实民进党的简单来讲哈，就是希望两岸的互动会是我们是中华民国，后面挂号台湾，对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说两岸是个模糊的一个中国。那也因为这样，所以这几年从蔡总统的8年到现在赖总统，对岸就完全停止嘛。那虽然最近股市不错了哈，但我也看到很多民众讲说，我做的行业跟股市完全无关，比如说像旅宿业，比如说像餐饮业。他的客人或者他的成本，那个跟股市有没有涨没有太直接关系。他讲说，那我为什么等不到旅客？今天看到这个国共论坛，我把2题合在一起讲哈，也是希望能够有大陆旅客来。可是这个点，因为现在目前国民党没有执政，如果很清楚，我觉得没有不好啦。国民党把对中国大陆的路线讲得清楚，就是9·2共识跟反台独。我个人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反台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坚持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主权。我们没有要用台湾共和国，也没有修宪。那中国大陆跟我们的互动还会不会有武力这一部分？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比较模糊的，其他都很清楚。好，那因为现在目前从陆委会跟国台办断线，海基会跟海协会不交流，最后已经到了所谓的小两会，台旅会跟海旅会了。那这个讨论过很多，因为我们台湾的旅行社也希望能够开放陆客来，可是陆委会也强调，如果小两会没有对话。那一块也不行哦，所以今天去谈的部分，不管对岸怎么样愿意说好，那我们就开放来吧。台湾很多的旅宿业、游览车、餐饮业，他们希望看到更多的观光客，包括陆客，因为现在不去日本嘛，日本去少了，是不是可以来台湾？但是这个环节也不是靠了这一次的国共论坛的这个智库的互动就能解决，因为它没有官方授权，所以就会回到今年年底的选举，会回到2028年最后的决定。那我觉得蓝绿在两岸路线上面完全的不一样。那2028选总统，因为这个两岸都是用总统决定的，由2028的选举来做最后的决定，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刚刚提到说哈，这个经济啊什么啊，对了，台湾有些经济是不错的，有些股市很好，跟 AI 有关的啊，跟这个美国也是嘛 ，Magnificent 8大。今天联合报也说，台湾现在就12%的就业人口撑起80%的外交产业啊，对，就是那么少数人，那些人是赚饱饱啊，尤其是大老板赚很多钱啊。对不对？郭台铭这个1年的股价收入股利就是100亿以上啊！
好，那他下面的员工等你当然是好嘛，台积的员工一定好嘛。那其他人呢？传统产业怎么办呢？旅游业怎么办呢？中小企业怎么办呢？那很惨呐！我刚讲花莲的观光旅院，他们告诉我，200家民宿都已经歇业了。然后呢，这个一般的这个什么伴手礼啊什么很惨，少数人好，但我们也很高兴，少数人好，但你也不能只注意少数人，其他人也蛮重要的，传统产业也蛮重要的。老沈，其实刚才伟汉跟嘉瑜的讲法，我有一点听不太懂，因为他们今天2个人到目前的讲法是有一点偏向民进党政府。就是有站在民进党的方面讲话，这个对你的提名如果有帮忙的话，我没有意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但是呢，我认为就赚钱来讲，民进党跟国民党没有什么两样啊，他们2个党都要赚天下的钱，不是吗？民进党有说国民党的台商在大陆赚的钱，如果过度轻松对中共有利，这个钱我不赚，有吗？没有啊。那民进党要看清楚为什么刚才凤馨讲过了，就是印度现在两边都左右逢源，就是因为他跟欧盟签了那些约的话，那个川普就说，那我再跟你抵制的话，是我自己倒霉。你那边路通了，我这边就要被搞位，我这边就要退缩了。所以今天如果台湾民进党从看得开的话，就要跟老共说，我们既然这样这么接近，那我们就所有彼此的关系，除了特殊需要保护的，比如说一些农产品以外，我们通通是零关税。你看第2天，川普的表现是什么？完全会不一样。我们是被他吃定了嘛？那明明你是有赚对方的钱，川普有说他反对吗？就只是因为你没讲而已。你讲了，真的查了，他才受不了嘞。你赚我的钱，也赚对方的钱，你其实目前就在2边都赚了啊。但是呢，民进党聪明的地方，也是刚刚嘉瑜跟伟汉所讲的，民进党除了赚钱以外，他另外有一套政治方面的处理，就是他站在因为对方要统一台湾，而台湾人民到目前为止，超过80%的人是不愿意立即被统。所以站在这一点的话，在政治方面另有立场，就是说我的供应链是非红供应链，但是你有处理红的供应链里头赚钱的台商，你有处理吗？你也不会处理，你高兴得很所以呢，它是双面，两边都要，钱也要赚。但是呢，我在选举到来的时候，我得了选票，我一定要把我这一块反中的情绪的这一块的票，一票都不能少，而且还能够吃到对方的票。只要你不小心，我跟你讲，这个小牛今天在场，小牛我很高兴你今天在场，你一定要反映国民党在39-0大罢免大32-0大罢免大失败以后，你的民调是达到最高峰，从那个高峰点到现在是一路下来。我那时候就讲，国民党你要小心，你不要太高兴，因为你们有两个罩门，一个是党中央尤其是现在郑主席现在的支持度是只有20出头反对他的是有60多，比国民党还糟糕所以你不能郑丽文凭着说我到时候一定会用我的舌灿莲花把大家都说服了，不见得而且我觉得问题是在这样，你去了，倒不是为了因为你党国防预算成功，所以才让你去。我觉得你能去的原因，是因为你认同习近平版的9·2共识。所以我这里这讲都讲不清了，所以我这里用了一张图给大家看。你看，我这里有一个房间就叫9·2共识这个是就有房间的事9·2共识。那马英九版的9·2共识有一层薄纱，把这个房间隔为前后2间，后面的那一间也有一张床隐隐约约的有一个枕头马英九版的就是说你睡你的床，我睡我的床但是是同一个屋顶，但是我们是分区共治分区但是国家是同一个。但是呢，现在习近平版的9·2共识，而且郑丽文跟国民党的这个代表团默认而不排斥的是9·2共识，反对台独，那是什么意思？那就让床就空了，这下狐狸精就跑过来了两边同睡一床，上面就叫什么？就一中原则了。这个东西郑丽文主席认为不重要，没关系还有国民党团的人也认为要去赶快去
上半年处理好所有的这灾难，我们上半年处理完，我们下半年忙选举就把它扳过来，不见得啊，不见得。你看现在国民党的支持度，郑丽文的支持度，还有大家对国民党，比如说责难他的党国防预算啊，党总预算啊，一切的一切，老百姓看在眼里。现在总统呢是既违宪又违法，什么都违。他竟然还要民意还要黄金交叉，你看这个危险不危险？你们认为不危险，那我就算了。我觉得这样继续下去，2028不是你们的，所以我想好好想一想，你们党团要有一点智慧，要有一点作战、集体作战的精神，要有核心价值，要讲个所以然的嘛，对不对？你们到目前为止，你不要这样的国防预算，我也同意啊，但是这个不要的原因可以讲一整年讲不完。你们竟然没有东西可以讲啊！这我就搞得莫名其妙了。就是说基本上呢，就是说对国民党来讲，他是蛮为难的。我们知道了，因为国民党是赞成两岸要和平嘛，那民进党是不管，嘴巴讲和平，做的事情都是破坏和平的。那国民党因为在野党，他也没有实际的权利，他就希望说，至少呢，这个让共产党觉得说，台湾不是全部都要去搞台独，不是全部都反他，所以呢，还留一点希望。而不要呢立刻就这个对台湾动手。其实国民党想的就是这个嘛。那而且实际上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在当立委的时候，我那个30几岁，很多外国记者，尤其是女记者，尤其是年轻的女记者，反共非常强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常常问我说：“你为什么反对台独呢？独立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不要跟他这个划清界限呢？”我说：“对啊，打起仗来你们在哪里？你们跟台湾共存亡吗？就这么简单嘛。”对，所以如果全世界都要跟共产党对立的时候，国民党是不行的，因为你就在这旁边。我讲一个实话，如果全世界都义愤填膺啊，站在是正义公平的一边啦，要跟他作战的，台湾国民党可以吗？那就是台湾这么近，就是台湾面临战争嘛。所以这是国民党的这个用心良苦，也是他的难处。就像圣经上所罗门王看两个妇女说：“这个孩子是我的。”所罗门说：“把劈两半。”真的妈妈就心痛，不要，我送给他吧。就是国民党就是这样的心情啊。台湾对不对？你真的要战争吗？我觉得民进党无所谓啊，他根本不在乎啊，他只要他政治利益就好啊。所以我才讲说，当时连战被邀请到大陆访问，到北大去演讲，他很客气。我在我那个《70少年》那本书也特别在提到，连战很客气，他跟夫妇请我跟我太太到他家吃饭，连战跟我说，我明天演讲要讲什么。我就跟他讲，我说就老沈讲赚钱嘛，两岸都想赚钱，中国人是爱赚钱，台湾是爱赚钱，爱到极点，全世界没有像我们这么爱赚钱的，而且我们把它讲出来。你比如说美国到了圣诞节，这个过年讲什么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一定是这样讲啊，这个新年快乐啊，圣诞快乐。我们讲什么？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红包拿来，都是发财嘛。既然大家都想赚钱，而且穷怕了，中国这个苦难的民族啊，这个几千年来逃难啊、灾疫啊、战争啊，大家穷怕了。所以呢，我才讲说，两岸要合作起来赚世界的钱。连战在北大讲了，第二天报纸头条，连战两岸合作赚世界的钱，就是这样。今天萧启人又讲，赚钱大家都爱嘛，两岸就政治意识形态先放一边。不可能合的，怎么合呢？你的共产制度跟我的民主制度怎么合呢？你的一党专政跟我们的多党竞争怎么合呢？不可能合的嘛。几年之内、短期内也不可能合，那就不能合，就摆在一边嘛。大家联合起来赚世界的钱，这才是两岸人民的期待。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美国的参议员、共和党籍的军事委员会主席批评台湾在野党令人失望。不过美国大家搞清楚美国制度我只要赢一席参议院比如说51比50，或是50比49，因为他那个51比49了。为什么？他的这个院长这个副总统是参议院院长只要在参众院都一样，我只要比你多一席，所有的委员会主席都是我的。跟台湾不同，台湾什么，你分一个啦，我分一个啦，这抽签哪有这个事情？我只要是多数党，就是所有的委员会我都是主席，你就是少数党主席，
没有说这个委员会你比我多一席，那个委员会我比你少一席，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他的这个委员会主席当然是共和党因为共和党席次多一点。那他说台湾在野党令人失望，为什么呢？说为什么？说因为删除国防预算他这个国防预算现在有2个，一个是总预算一个就是那个特别预算1兆2500亿。我认为他讲的可能是1兆2500亿，因为那个民众党提一个4000亿的预算嘛国民党还没提了国民党说可能会这个4000亿到9000亿之间了然后他完全用民进党的讲法，说为了向中共低头，削减台湾的国防开支，无以玩火尤其现在这个国民党高层还跟共产党高层在大陆开会你这时候这个会议都结束了，要把国防预算给删掉，所以呢，从鼓励在野党到失望鼓励当然自由时报的标题，鼓励当然是表示说当时也邀了民众党去大陆去美国访问了那另外呢，赖清德也喊话在野党，你不审国防预算，只进行国共合作，对台湾很危险，这是夸大。他2个智库叫什么国共合作但是就我就讲嘛，你自己不沟通，你不准人家沟通然后呢，国民党说很遗憾，他说第一个呢，这个美国参议员这个 Wicker 资分不充讯，令人遗憾。第二个呢不要跟共产党，他只是学术交流、智库交流。那你川普4月不是要访问中国大陆吗？那不是要增进中国跟美国的合作吗？那国民党为了降低两岸这情势，现在就是开路先锋，好吧，我们先去而已你不是4月要去吗？那你秀可以，我去就不可以了第3个呢，现在我们台湾20万军人，蓝白每个月要加薪3万，1个月60亿，1年720亿，乘12个月，加上年终奖金，他们让大概800亿新台币，8年，因为你赖清德那个任性军购是8年1兆2500亿嘛，8年6400亿嘛，那民进党为什么不同意呢？你美国这个钱不算在你国防预算里面吗？也算而且按照媒体的讲法，美国一个士官长了士兵或者是中士月薪7万，士官长可以领31万，中士的薪水比台湾的少将还高。那请问这个参议员 Roger Wicker， 当美国的士官待遇比台湾的少将多的时候，我们的军人会有士气吗？会有吗？所以呢，这个你们天想卖我们武器，你还能够好好操作我们的武器吗？那给军人加薪不是最基本的需求吗？所以 Senator Wicker， 你会反对吗？我现在问你反不反对呢？你不会反对，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不能够也用同样的标准要求民进党跟你的朋友赖清德讲应该给军人加薪军人加薪非常重要对不对？所以呢，美国国会会有一次就通过8年没有内容的空白支票的预算吗？美国你会这样做吗 ？8 years empty check， 你会通过吗？我觉得老美也讲道理我不相信这个 Roger Wicker 不讲道理民进党在美国的做法是怎么样？我告诉你，他把台湾，譬如包括我们包括讲话，这节目讲话，他都把它录下来，然后中间切一段，然后就可以放给美国国会议员看翻译。哇，美国国会一看。怎么沈富雄反美这么厉害？你还要回美国吗？你还要到华盛顿州吗？下次不给你来了。他没有这样讲，我真的回不去，我找你算账。好不好？我跟你讲，你不要急。我就是说，民进党就是这样去污蔑的，把我的话也这样讲是说我多亲中，这奇了怪了。大陆网友说我亲美。那美国说我亲中，那我到底亲谁？我亲台湾了，我亲中华民国了，我亲台湾，我就亲台湾，真的这样好，我们看一下。民进党政府非常重视两岸关系不仅仅重视台美，或是台湾跟世界各国的国际关系，也同样重视两岸关系。只要中国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也愿意尊重台湾人民自由民主生活的方式，只要能够对等尊严，台湾很乐意跟中国进行交流合作来创造和平共荣。到底是民进党政府目前所推动的携手美国、携手友盟走进国际这个经济战略对台湾比较有利，还是在野党所推动的2次西进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比较有利？好，小牛，这个刚刚赖清德总统希望对岸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他讲的真好但这我们一直以来我们都希望全世界可以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刚刚大佬拿了一张图，上面写了"一中原则"4个字，好像一床很厚的棉被盖在上面一样。那对我们来讲，它就是一个很沉重的现实嘛，因为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基本上不是认可，就是承认所谓的"一中原则"或者是一中政策嘛，这就是国际的现实嘛。今天大家要看待两岸关系，看待美中台关系，到底要从意识形态、情感面的角度来分析，还是从最务实的外交务实层面来分析？国民党一直都主张走务实的路线嘛。这个赖清德总统花了很多时间去讲台美跟这个西进是2选1，他哪里会是2选1的问题呢？你当然是应该兼容并蓄啊，应该是要合理平衡啊。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创造和平的机会啊，对不对？那现在好，美国现在因为这个国会的一些僵局跟冲突，没有办法顺利来审议预算，当然。我们预料之中，这美国当然会施加压力。我觉得美国的参院军委会主席他要表达一下他对于军购的关切，非常合理。为什么合理？军购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嘛，有利于他的产业利益啊，所以他帮他的产业讲话，帮他的这样的方向去讲话，我并不意外啊。但问题是我们在野党，我们不能国防不是只有军购呢。就像我们党中央的回应也好，或者是我今天要讲的整个预算，包含总预算卡关的关键，不就是军人加薪的预算没有依法编列吗？你没有依法编列的预算，我们要怎么样来合理的进行审查？刚刚主持人也讲得非常好啊，军人加薪的预算也是国防预算的提升啊。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非常愿意，而且非常愿意支持国防，但民进党想借这样的机会吃自助餐啊。美国人可以搞不清楚状况，他可以只关心军购，但在野党国民党身为最大在野党，我们不能接受执政党随便用这种方式来操作政治，来大吃国防自助餐嘛。其实。我真心想要问这一位参议员，他其实心里头还有民主吗？他心里头还有民主吗？他如果有民主，至少要去尊重台湾的民主制度。他至少要了解台湾的民主制度。我当然知道刚刚赵先生所讲的那个状况，你知道在台湾其实很多的节目，他们都被剪接成为一段一段一段，然后接着翻译各种翻译的扭曲，然后接着就去放给美国国会议员，然后还有他们的助理看，然后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啊，蓝营的人都是这样子，蓝营的人都是如何如何，然后被冠上了一大堆的帽子。”可是这些国会议员显然也欠缺判断能力。那我们不可能去活在美国国会议员的鼻子下生活，我们要走出自己的路啊。那我们自己的路是什么？我们就回到这边，其实既不是什么亲中，也不是什么亲美，更不是什么2选1，关键点在于台湾的利益是什么。刚刚老大也讲了，就是说印度之所以现在美国还是什么东西没有真正的去让步，然后就同意了印度从50%降到18%，因为印度去跟欧盟签了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现实。那我们可不可以跟国际上面不纯粹只有中国大陆，全世界？你看今天赖清德讲的这一个叫做什么？就是台美的经济安全合作这个论坛，好，然后记者会。你知道他讲了4个重点：供应链安全的战略对接，好，关键矿物的合作，第三国合作，双边合作，听起来好像就是美国跟全世界咯。你知道他的第三国合作是什么吗？你们都没有看细节，对不对？拉美有我国家及菲律宾。我请问各位，这真的对我们的经济是全面性的吗？拉美及菲律宾。是这样子的吗？然后这边的关键矿物，我现在发现我们的经济部长跟川普一样会吹牛，他说我们要在短期之内，然后让稀土能够是这个量产线，然后并且可以满足50%本土的需求。我们有什么稀土？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有稀土，我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拥有这个技术。我们最早是有一点煤矿啊，对，但是后来因为矿是塌嘛，工人之死嘛，所以现在煤，而且。比如举例讲，澳洲的矿叫做 open pit， 是在地面上挖就有。对，我们是要在那个洞里面去搞那么一点点很贫瘠的煤，然后塌了，死一堆矿工。当然，稀土跟煤又不太一样啊。我这边说，日本在2010年因为中日之间的钓鱼台的这个事件紧张，然后中国大陆对日本祭出了稀土管制。从2010年，日本就开始在全世界，然后去布置这个关键矿物稀土的开发。所以呢，现在澳洲有一点点成绩，是当年日本花了15年的时间，希望去建立的。但请问一下，它突破了没有？15年重稀土没有一样突破的。那台湾去哪里开发呢？我不知道。可是龚明鑫说，我们在短期之内可以完成稀土适量产线。完成50%的本土需求，
真的吹牛第一个，这件事情。你本土有没有需求？有，我们当然有。不，那个需求多不多嘛？5常就要看需求多少嘛。问题关键在于说，当日本花了15年无法突破的事情，我们这边吹牛说我们要在短期之内突破，这就是赖清德今天开记者会当中，你如果回去爬书林佳龙说的话，龚明鑫讲的话，你会觉得这里面笑话一堆。所以，如果你今天花那么多的时间，只是告诉我们，全台湾只能抱美国人的大腿，全台湾只能靠美国国会议员来威胁台湾，说台湾人必须要跟着美国国会议员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那我要告诉各位，我站在台湾的利益，我并不在乎其选举的时候到底哪一个党胜利。坦白说，我其实并不在乎，因为短期的胜利那个件事情并不是一个长远的未来。我在乎的是台湾这块土地上面子子孙孙的未来。如果你是站在这件事情上面，这才是我上节目的目的，不然干嘛每个人花那么多时间出来上节目呢？我其实对我来说也并不是很需要，可是为了台湾利益，我们要思考的是台湾利益。如果我一天到晚去计算选票，我永远不会帮台湾找出一条对的路。不过国民党今天终于对美国参议员很快的这个有这个回应，我觉得是好事了。冯智行被美国打到只那边默默都不讲话，这好事。他已经很客气了，他反问参议员嘛，我们已经买了200亿美金的武器，到现在在哪里啊？在哪里？哦，你总是这200亿已经通过，而且付钱很多年了。F-16V 去年你要全部交货66架，现在一件都没交，你们在讲什么？不该交货吗？你们既然说那么两岸那么严峻，共产党威胁那么大，这些武器我们都付了钱了，立法院都通过了，为什么不给我们呢？你问他一句啊，他怎么回答？就会再回来。